贝尔格莱德角落里还能找到1999年轰炸的痕迹。尼什，骷髅塔的头骨上还留着刀痕。纳粹集中营70年过去了，窒息感没有减弱。修道院，我在这里能喝到的只有土耳其咖啡。诺维萨德，一张法兰绒沙发把我带回奥匈帝国。这次的巴尔干半岛之旅是一个塞尔维亚的深度游，我会在塞尔维亚待2周。贝尔格莱德特斯拉机场，塞尔维亚到了。现在是周2的早上，我8点多就起来了，早睡早起身体好。东欧的冬天总是这么阴沉沉、灰蒙蒙的。去波兰、去匈牙利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没有太阳的日子有点压抑啊。贝尔格莱德很像21世纪初中国正准备加速发展的2、3线城市，慌乱但生机勃勃。电台 DJ、酒吧、餐厅的经营者都在配合营造这种气氛。他们让1990年代的欧美流行金曲时刻飘荡在塞尔维亚城市的各个角落。这种气氛和拉达拍汽车以及前共产主义时代遗留下来的巨大建筑一起，带我们这些旅人体验了一次感官上的时间之旅。找了一家贝尔格莱德的 barbershop 处理一下我的头发，很久没剪头了。barbershop 是专门给男士贴头的理发店。我左手边马路对面那个是塞尔维亚国会大厦，这里曾是南斯拉夫国会以及塞尔维亚和黑山国会的办公地点。贝尔格莱德圣马克教堂是一座塞尔维亚式的正教会教堂，教堂位于塞尔维亚国会大厦附近的公园内。教堂看起来气势辉煌。1918年一战结束，奥匈帝国战败，塞尔维亚复国，随后更名为南斯拉夫王国。直到1941年4月，轴心国侵入南斯拉夫，这是塞尔维亚近现代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所以国会大厦、圣马可教堂等现在的地标建筑都是在这个时期建设或者最后完工的。老人们念念不忘的那个国家叫做南斯拉夫。从这个售票的地方买了票以后出来，然后可以看3个馆，所以第一个馆先是去看铁托的墓，叫做 House of Flowers 花房。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绝对领导者叫铁托，他去世之后和夫人被安葬在贝尔格莱德近郊的一处高地上。我去的时候没有什么参观者，那个地方看起来冷冷清清的。这个就是铁托元帅，也就是瓦尔特同志。这个就是铁托的墓地了。铁托把一副烂牌打得风生水起，他可以和曾经决裂的苏联修复关系，也可以邀请英女王访问。铁托在1980年逝世的时候，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都派遣了代表团来参加他的葬礼。
可能有10几20个国家没有派代表团，大概，但这个数量已经是非常非常惊人了。哇，一个电视塔，这个是贝尔格莱德郊区的一个制高点，所以爬到这个塔顶上可以看到贝尔格莱德城市的全景。这个票上写着这个塔最早的塔是1965年建的，然后1999年1999年北约轰炸的时候把旧的塔给炸掉了。现在这个塔是2010年建的。这个地方是贝尔格莱德城市博物馆，这是我见过的最奇怪的博物馆，因为门开着，但是没有任何管理人员，然后有图片跟图片证明。有管理人员，好吧，但是破败的样子。这个博物馆的前身是军事学院大楼，这附近以前是国防部总参谋部大楼，所以这片区域在1999年北约轰炸南联盟期间是核心打击区域。你们看那边那座楼房，那个墙面上还有弹痕。这是贝尔格莱德城市博物馆里的科索沃战争图片展，展览以图片和文字为主。这个博物馆又那么破旧，所以总有一种特别潦草的感觉。我刚刚路过市中心，看到塞尔维亚国防部门口绑着一条长长的喷绘横幅，上面用塞尔维亚语和英语写着：科索沃是塞尔维亚的心脏和灵魂。陈旧的横幅绑在2棵树上，因为没有计算好长度，不可避免地遮蔽了一部分内容，让这句直击心灵的语句就显得有些有气无力。英国历史学家 Harold Tumbley 在《塞尔维亚史：困扰欧罗巴1500年的火药桶》这本书，英文名字叫 History of Serbia。这部书里写道，灾难有时候会激起并加剧塞尔维亚人的民族情绪，但只要科索沃的歌声响起，只要还有一个塞尔维亚人，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他吟唱着科索沃的歌曲，塞尔维亚就都将永远存在。这本书出版于1917年，回看1917年之前的历史，我们就能够理解Tumbley 教授的视角。因为在13世纪初，现代塞尔维亚的前身，那个叫做尼曼亚的王朝是兼并了科索沃，而科索沃就成为当时尼曼亚王朝的政治经济中心。王朝一度定都普里什蒂纳，也就是现在的科索沃的首都。到了1389年，奥斯曼帝国在科索沃战役中击败了塞尔维亚人，之后科索沃就渐渐成为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而阿尔巴尼亚族人就是在这500年左右的时间里，在科索沃大量繁衍生息的。直到1912年，科索沃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结束时，由奥斯曼帝国再归回了塞尔维亚。科索沃对于塞尔维亚人来说，既是祖上的辉煌之地，也是被他国占领5个世纪之后再度回归的骄傲。科索沃在2008年宣布从塞尔维亚独立。天气很好，离开贝尔格莱德市区，去泽蒙区转转。我的目的地是泽蒙的露天市场。走进市场所在的广场，迎面就看到一座教堂一样的建筑，这是泽蒙天主教堂。它不是什么出名的景点，不过它的出现一下子把这一区的波西米亚情调就给拉满了。村庄一般的泽蒙区在贝尔格莱德的西北部，沿着多瑙河展开，这里充满了波西米亚风情。
贝尔格莱德的居民们如果在周末想离开市区，找个地方晒晒太阳、喝杯咖啡，那泽蒙区就是最方便的选择了。卖日用品的小摊贩、步行街和摆在街道中间的露天咖啡馆，那所谓的市井气，我想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遇到这样的环境呢，就算我是个游客，而且语言不通，也会觉得特别放松，特别舒服。接近露天市场，这气氛一下就热闹起来了。我们去看看都卖些什么。Samo tu nešto dobacuje, samo nešto. Praviš pometnju. 是一个市场的样子。 Hello？ Za 5 minut. 5 minutes, OK. I ovaj kako se zove, to važno za mene. 这家是专做烤鱼的店，但是要等5分钟，先去看看其他的。哇，各种肉、面包、油炸的鱼，哇，好好吃，好好肥。我到的有点晚，许多摊位都已经收摊了，不过我还是买到了一些吃的。热乎乎、新鲜出炉的炸小鱼，120个迪纳尔，1块多一点点欧元吧。哇，感觉好幸福啊！今天的太阳底下的海鲜午餐就是这样，大概8欧的样子，就蒜很重要。像这样的海鲜，觉得已经很烂了，但是有一点点夹心。但是欧洲的米饭就是这个样子。多瑙，我从塞纳河跑到多瑙，然后回到塞纳河畔。吃完饭，我沿着多瑙河往贝尔格莱德市区的方向漫步。这一段多瑙河畔的河堤非常原始，但是有野鸭、有鹅可以看、可以喂，就是很治愈的事情。有阳光的星期天，那满街都是散步的、玩乐的家庭啊、情侣啊、小朋友啊。那比起景区呢，我就更喜欢这些有市井气的地方。偶然发现一家一直盖到河中间的餐厅，我不饿，也过了饭点了，准备去露台上喝杯咖啡。For you? For one? Yeah, for one. Okay. Hold on. The corner, okay? OK。喝完咖啡，继续往贝尔格莱德市区的方向走。街头艺人在演奏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我们住在西欧，就很少能听到这些前苏联的歌曲，但是我们生长在中国嘛，所以对这些歌曲还是挺熟悉的。就说听到这个呢，我就想到一件事情，还挺有意思的。因为我对南斯拉夫最早的记忆呢，是来自2部曾经在中国家喻户晓的电影。一部是以铁托为原型的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另一部是桥。那桥的主题曲呢，在中国应该大家都知道，那个歌叫啊朋友再见，就是因为电影的关系，所以都是家喻户晓的。但是我刚搬来法国的时候呢，我就听到很多街头音乐人演奏和演唱这首歌，我当时很不理解，就为什么那么老的一首南斯拉夫电影歌曲还会在巴黎这种时尚都市里流行。那后来才知道，这是一首2战时期意大利游击队的歌曲，原名呢叫做 Bella Ciao， 翻译过来呢就是美丽的姑娘再见。那1960年代末70年代初，左翼思潮在全球大流行的时候呢，这首歌曾经被改编成各种语言的版本，在各个国家流行。有趣的是，在我所能找到的这些翻唱版本里，我能听到的、能找到的，基本都保留了 Bella Ciao，
也就是美丽的姑娘再见这句意大利语原文。那唯独中文版把歌曲的名称改成了啊朋友再见，同时也在歌词里用了啊朋友再见来代替贝拉乔。我想在某个年代，可能爱情啊姑娘啊是不够格和伟大的事业相提并论的。再往前走，就是通向贝尔格莱德市中心的布兰科桥。站在桥上，夕阳正打在河对面的贝尔格莱德要塞上，洒下一片金黄。接下去我将离开贝尔格莱德，驱车前往塞尔维亚的腹地。南北纵贯塞尔维亚的行程开始了。贝尔格莱德更靠北，在塞尔维亚帝国逐渐瓦解之后，又归属于塞尔维亚王国，奋力抵抗奥斯曼帝国的入侵企图，直到1521年2月才被奥斯曼最终征服。尼什则更靠南，也更靠近奥斯曼帝国，所以1385年就被奥斯曼征服了。从贝尔格莱德到南部城市尼什的这段路乏善可陈，经常在法国和德国乡村开车的人来到塞尔维亚的乡村，会意识到唯美的田园风光并不是这个世界乡村的全部真相。道路坑洼泥泞，乡村建筑陈旧凋敝，偏远地区蹒跚行走在道边的多是些穿着破旧冬衣老农人，时时在提醒旅人，这并不是一个经济发达的国家。在去尼什的路上，我顺便参观了2个修道院，想感受一下塞尔维亚错综复杂的历史。马纳西亚修道院在贝尔格莱德到塞尔维亚第3大城市尼什的中途路中间。这个修道院是修道院和法律公室结合的一个典型，修得像一个碉堡一样。马纳西亚修道院建于15世纪，那个时候塞尔维亚面临着奥斯曼帝国明确且长期的战争威胁。在这里，信仰需要武力来守护，而战争也需要信仰来支撑。所以这种宗教与军事结合的建筑形式虽然不是塞尔维亚独有的，却为这个国家打上了独特的历史印记。拉瓦尼察修道院埋着一个塞尔维亚的王子拉扎尔，死于1389年的科索沃之战。这个残骸也是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给摧毁的，留下的遗迹。开了大半天的车，经过了高速公路、省道、小路、乡村小道，终于在傍晚时分抵达了尼什。躺在酒店的床上看电视，塞尔维亚的音乐挺好听的。东欧的流行音乐总能很好的融合本民族的音乐类型，这一地区就是典型的巴尔干流行乐，特别适合跳舞。嘣，骨头塔。尼什是塞尔维亚曾经的政治中心，它长期被奥斯曼土耳其统治。19世纪2次反抗奥斯曼土耳其的大起义是塞尔维亚民族的骄傲，骷髅塔就是第1次大起义的遗迹之一。1809年第1次塞尔维亚起义期间，塞尔维亚革命者在切加尔战役中试图解放尼什，彼得·辛杰列奇带领一支起义军对抗15000人的奥斯曼帝国军队，结果连他在内有4000人战死沙场。塞尔维亚军队战败后，奥斯曼帝国驻尼什的指挥官下令将阵亡塞尔维亚人的头颅堆成一座塔，以示警告。这座塔后来就被称为骷髅塔。骷髅塔建在当时的尼什城郊外，除了逝者家属时不时偷挖头骨回去埋葬，这座塔疏于维护，也很少有人关注。整个塞尔维亚地区被奥斯曼土耳其统治了将近500年，反抗不断，这个是其中的一次反抗。然后4000名塞尔维亚战士和1万名土耳其士兵战死沙场，土耳其人把这些战死的塞尔维亚人的头皮剥下来，然后送回奥斯曼土耳其的国内去邀功，然后骨头就
头骨，剩下的头骨就铸成了这个一座塔。当时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建筑在外面，就是这么一个不灵灵的塔。然后这些烈士的家属啊，就把这些头骨拔下来，然后再风吹日晒的，这个头骨塔就呈现在这些了。那上面的那些凹痕，本来都是有头骨的。这场起义发生在1809年，起义之后的24年，也就是1833年，这里记录了一个从东方旅行返程的法国诗人，叫做拉马蒂呢。然后路过尼什这个城市的时候，看到这个塔，然后他就写了一点东西，就说我坐在这个塔边，然后日落时分，然后强劲的风吹拂着这个塔，发出了一种特别悲凉的声音，或者是一种气氛，这样写。然后感到了这些独立战士为维护保卫自己国土的伟大，一个感性的法国诗人写的东西。你可以看到当时的塔就是这样孤零零的，什么都没有。这个可能就是这位起义军领袖的头骨，有些头骨上是有很明显的被兵器砍的伤痕，你知道，可以去想象那个真正的场面，挺残忍的。安息吧，勇士们！所以这个应该就是那个起义军领袖，记录了1809年塞尔维亚人反抗奥斯曼土耳其占领的历史。穿过尼什城堡的大门，进入尼什城堡。现在这里是个大公园。这里还有一个爵士博物馆，爵士乐博物馆，搞笑。尼什也是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的故乡。他不但是罗马第一位信仰基督教的皇帝，更在拜占庭建立了新皇宫和首都。拜占庭后来更名为君士坦丁堡，也就是现在的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这个是巴黎贝伊清真寺。巴黎贝伊清真寺是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建筑，成了姑娘们跳舞的地方，特别好。科尔韦尼克尔斯特集中营也叫做红十字集中营，是欧洲少数几个设施保存完好的纳粹集中营之一。这个地方也蛮阴森的，这个完全没有人。我说的没有人不是说没有游客，是连管理人员都没有啊！我看到，太吓人了。这个集中营的标识不是很清楚，我花了一些时间才找到它。You have English explanation inside the building. Okay. Thank you. Downstairs, upstairs, and second floor. Okay. Thank you. This building. This building. This building you don't look because it's an office now. 这种一看就是经费不足、修缮不力的博物馆，有一个好处，就是那个感觉特别像是刚刚二战结束，德国人跑掉了，这个地方被遗弃下来的样子，就应该是这个样子，不是这种阴森的荒芜的感觉，是应该这个样子。反抗军、平民、贵族、犹太人，生活就这样永远被改变了。这个应该是一个囚犯居住的地方，就是睡在地上、稻草上。红十字集中营在二战期间存续了3年，据信有1万多人在此遇害。我在里面待了差不多10分钟，就被那种阴森压抑的感觉给逼出了这栋房子。
这个集中营没有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大，但时间已经过去了70-80年，里面令人窒息的气氛一点都没有减弱。尼什的街道很像中国某个县城的街道，嘈杂忙乱，但也多了一份自在。少年们在大街上追逐狂呼，或者击鼓歌唱。再大一些，就躲进酒吧里，在喧闹的音乐声中聊得肆无忌惮。我是在尼什第一次品尝到了塞尔维亚汉堡，价格实惠，烤肉呢馅用料十足，飘香可口。在后来的许多个无处安放的夜晚，是塞尔维亚汉堡解救了饥饿的我。就一定要在这种老板都不会讲英文的小店里买塞尔维亚汉堡，应该才会好吃。昨天晚上买的很好吃。塞尔维亚的精髓往往藏在公共交通并不便利的深山里。从尼什出发，进入西南部山区后，道路越来越不好走，风景却明显好了起来。到达修道院时已经是下午3点多，太阳开始西沉，山里的天黑得特别早。斯图代尼察修道院开了3个半小时车，翻了无数的山，终于跑到这里来了。这个修道院非常大，这个是联合国的文化遗产。风景比前面看的2个修道院要好，藏在深山里，当然是有道理的。院子里有几位修道士在活动，他们穿着传统的东正教修士服，留着胡须，看起来都很年轻，笑容腼腆而礼貌。这个就是斯图代尼察修道院，哇，里面的石壁画太好看了，怪不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遗产、世界文化遗产。太可惜了，不能拍啊！风景也好，外面很难用语言准确地描述斯图代尼察修道院石壁画的精彩程度。光线与教堂内部的氛围，那肯定是烘托了这些圣经故事的神秘感，但恰到好处的颜色搭配，丰富的层次，人物表情的细致程度，这些细节真正体现了中世纪塞尔维亚艺术的水准。修道士的餐厅对访客开放，我走进去，向一位修道士要喝的。土耳其咖啡可以吗？他很客气地问。最后在修道院喝了一杯土耳其咖啡，土耳其咖啡基本上就是直接拿开水冲咖啡粉，所以你喝的时候要当心，因为底下会有咖啡的渣。为了更多了解这个历史曲折的巴尔干国家，出发前我读了一些书。我知道奥斯曼土耳其对许多中世纪修道院的损毁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在今天，在这座塞尔维亚最知名的东正教修道院里，我能喝到的却只有这一杯土耳其咖啡。历史以一种近乎荒谬的方式在这里完成了闭环。这杯咖啡没有标价，我往捐款箱里放了些钱，用来支持修道院的日常维持与修缮。我离开修道院的时候，夕阳西下，散落在山间的小木屋蒙上一层金灿灿的霞光，烟囱里的炊烟把空气搅得灰蒙蒙的。这一片景色欺骗着旅人暂时放下满腹的烦心事。第二天，我去探访了希洛格伊诺古村落，
以及沙尔干八字线的窄轨火车站。古村落里19世纪初的木头房子并没有引起我太大的兴趣，而那座火车站让我第一眼就联想到了魔法学院，这是我看到它时脑子里蹦出来的一个念头。但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AI 给我的解释是这样的：巴尔干地区的传统建筑常使用不规则的多坡屋顶，以便能快速的排雪，而这种多坡面、木石混合、非对称的建筑特征就被大量的魔幻和奇幻电影系统性的借鉴。所以呢，误以为是来自想象力的印象，其实是长期被电影工业训练了视觉后的条件反射。我不知道这个火车现在还开不开，要去问一下，好像是冬天不开的。No? The train is no winter. 25 December it starts. 25 December. December. 25. Yeah, they start with the train Okay. tour. So okay. So you can walk until Friday. Something to drink. Yes, I'll Yeah. give you a minute. Okay, thank you. 虽然没有火车坐，但是可以在这个漂亮的地方坐一会儿，喝一杯热茶，还是很值得一来，非常好看这个地方，夏天可以住一晚上。这是塞尔维亚窄轨小火车其中的一个火车站，车就停在这里。哦，上去看一下。OK， 这样的。这样的，走了，火车们，有机会再来坐吧。但真正让我久久没法忘记的是抵达窄轨火车站之前经过的那一片平原，那里其实什么都没有，只零散分布着一些度假屋，阳光透过云层在地面投下斑驳的光影。我试着想象夏天的情景，坐在屋子的廊檐下，看夕阳慢慢沉下去，上帝之光铺在平原上，风声在耳边低低的吟唱。那是一种由平静本身带来的美好。离开沙尔干八字县夜宿附近的度假小镇兹拉蒂博尔，这个是塞尔维亚西南部山区的一个度假小镇，花了要命，起了雾，树上挂了霜。那地方夏天应该挺好的，是个避暑的地方。冬天可能有很多人在附近滑雪吧，所以这个是离山区最近的一个小镇，大家可以在这里休息。人还挺多，那么冷的天。第二天起来，准备出发前往塞尔维亚第二大城市诺维萨德。这个国家国土面积不大，但地貌多变。从云雾缭绕、气温非常不喜人的兹拉蒂博尔，
开出去仅几公里，太阳就又重回大地，温度也舒适了起来。一路往北开，跨过萨瓦河，进入北部平原，车明显多了，路边时时出现一些工厂，经济发展肉眼可见的比南部好。除了贝尔格莱德，塞尔维亚的城市大部分小且乏味。请注意，我并不是说它们不好玩，好玩的城市大致可以分为2种，一种建筑美丽，博物馆、美术馆、小店林立，行走期间或者找个街边咖啡馆闲坐着看人，时间都会很愉悦地过去，比如巴黎或者巴塞罗那。终于到了塞尔维亚的第2大城市诺维萨德。另一种城市缺乏以上这些硬件，但出色的活动弥补了他们的不足。塞尔维亚的某些城市就是这样。尼什在夏天有爵士音乐节，诺维萨德有 Ixt 音乐节，城市充满生机，人们从全世界聚拢来，热闹多元。但在没有这些节庆的日子里，诺维萨德还能剩下什么留给我们这些孤独的旅人呢？就是星期日早晨将近10点，塞尔维亚第2大城市诺维萨德的市中心，只有做礼拜的人才会早起。但到了中午，马蒂查斯尔普斯卡美术馆就狠狠嘲弄了我的无知。这家美术馆收藏的作品，从16世纪到2战后，从巴洛克、写实主义、象征主义到维也纳学院派、慕尼黑学院派，应有尽有。19世纪教堂木板画藏品更是独门秘器。美术馆的主办者是塞尔维亚最古老的文学、文化和科学机构。美术馆华丽的馆藏和恰如其分的奢华装潢，好像在佐证这个机构的雄厚实力，无论是学术上还是财力上。他甚至在底楼展厅里摆放了一张暗红色法兰绒长沙发，供参观者安坐，享受被古典乐、古董家具和各个时期的艺术精品环伺的宁静时刻，恍惚间将时空又拉回到恢宏的奥匈帝国时期。我们一直在说奥斯曼帝国对塞尔维亚的征服可以追溯到14世纪，但是现在的塞尔维亚第2大城市诺维萨德却要到17世纪末才建立。城里的彼得罗瓦拉丁要塞是当时奥匈帝国抵抗奥斯曼军队的主要集结地与防御要塞。OK， 哇！这是2周塞尔维亚之旅的最后一站。如果说历史是一面镜子，别处的生活其实也是。一次纵贯之旅其实无法真正理解像塞尔维亚这样复杂的国家，但那些头骨、山里的修道院和一杯土耳其咖啡，足以让我重新回看自己的生活。